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在俄乌战场上全面爆发的这场无人机大战。这里指的无人机大战跟大家过去想象的不同，其实是无人机对上无人机的捉对厮杀。那么也是今年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全新的战术。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防空指挥官特别做的回应哦，针对他们的第3独立突袭旅，他说呢，其实在15个月前的时候，当时都还没有人相信呢这个无人机可以用来拦截无人机，但是现代化的战场真的发展的非常的快速，所以呢，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9月份这个突袭旅呢，一共是拦截了886架俄罗斯的无人机，而且拦截率1年前只有50%，现在快速的上升到拦截率高达50%了。为什么现在无人机可以发展的这么样的快？是工程师跟士兵在实战中克服了哪一些难题？委员怎么看？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一直都被认为最有效，只是不晓得怎么操作，不晓得怎么做战场的管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用什么东西拦截战斗机，就是用战斗机拦截战斗机啊，就基本上没有更好的方法了。那战斗机拦截战斗机，如果用战斗机拦截无人机，那成本太高了，而且会被狼群战术、蜂群战术围攻，不划算。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那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啊，第一个有控制问题，有识别问题，就是上去怎么知道你是对方还是我方哈？这个在通讯控管上有很高的难度在啊。即使说地面上是人在操作的哈，那以目前来讲，俄乌战场上，不管是俄罗斯、乌克兰，这方面技术都快速提升。其实俄罗斯也很强，乌克兰也很强。不，拦截率到达50%，基本上也就是初级阶段很大的一个成就了。对。但是我要半开玩笑，这个档次都还是 fundamental， 都还是基本级的。全世界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最强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已经能够用 AI 来指挥这个无人机，而且无人机跟无人机双方面之间已经有神经网络可以沟通。我老天爷啊，那就等于是自己为自己作战了哈。所以这个整个指示的战场上会完全改变。那美国在无人机方面是很落后啊，听说要找台湾来搭配。那这个要请教军方到底有没有这个生产链可以做出来？你别笑嘛，对不对？那至少有这种想法了，有这种想法。但是不管是美国在这无人机的制造控制，因为无人机大家误会以为是硬件重要，其实无人机最强的是软件。像大疆无人机为什么那么厉害？它软件很厉害。那解放军的这个无人机加上 AI 的运作，现在我所了解的应该是世界上只有它，没有别人。那俄罗斯这个档次还是要用人去控制，人去指挥。可是量并不多，几百架无人机分过一个晚上在攻击，未来会更多，所以，这个可能真的会成为主流的战术，这个也是在战争中摸索出来的。但是中国大陆很早就想到这一点，我看到很多中国大陆报告，他基本上很早就想要用无人机来攻击或拦截。或这个阻挡这个，不只是阻挡无人机可能还会阻挡别的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对，好，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其实爆发到现在3年的时间，那今年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战场主流就是无人机捉对厮杀。那其实刚刚提到嘛，这个乌克兰它的拦截率因为成功的从5%提升到50%，所以俄罗斯方面也祭出了反制，而且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俄罗斯是在做大反扑，成立的部队叫做卢比孔，可以做到40到70公里的打击能力。超越乌克兰。那么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同样在这里战场里面表现亮眼，也让美国决定了呢，他要向伊朗学习，于是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对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来进行逆向工程，打造自己美军版本的无人机中队，学得来吗？吕舰长怎么看？学得来，为什么？因为他在战场上捡到很多，然后而且捡到之后，他就开始逆向工程。但是美国应该真正想的另外一件事，也就是他发展这个 MQ9这种死神无人机，真正受到的限制是什么？他当初就一味的认为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不但能够目获目标，还可以直接攻击。可是他当初所配备的这个地狱火飞弹，它只有9公斤的一个弹头的重量。可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见证者无人机，它是40公斤啊，也就是
如果论到打击力的话它就已经是在5倍以上了。那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而且我们看到见证者无人机，它其实有很高的性价比，也就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但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效果。那所以大家都要跟着学，那也就是如此啊。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卢比孔部队啊，卢比孔其实也就是在有关于研究西方战史的概念的话，其实是西元前49年凯撒率领的军队越过卢比孔河。那它这样的一个意涵是什么？也就是你做出无法回头的重大决定。也就是当我发射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没有让它回来的。也就是自杀式无人机。以前我们认为的自杀式无人机，大概也就是第一视角无人机，它的拦截的它的攻击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见证者无人机，它是40到70公里，也就是它的攻击的距离非常的远，甚至其实还有200公里的这个形式啊。所以我们讲到美国为什么要跟着学，因为美国已经发现，它光用这个 MQ9 无人机其实有它一定的限制在，而且我们之前不是也在日本看到了吗？也就是对不起，韩国看到了吗？它导控产生了各种的问题之后，它的无人机就没有办法接受各种的它的一个导引。那问题来了，如果是换成这一种，我们讲到说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它不需要啊，因为它是越过卢比孔河，它不需要回来，我就是要你直接攻击。当你要直接攻击的时候，你攻击到哪一个点都是成功。那至于说刚刚蔡正元老师有讲到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台湾是不是有生产无人机的一个生产链呢？我们大家回想一下，这个赖清德总统他在2024年还没就任之前，他就去参观过，结果看到上面的旋翼写的是 Made in China， 就代表台湾对于这一个部分目前没有到达，只是炒股票而已。是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美乌战场的第一线的状况。那外交呢？现在到底谈到哪里？美国到底有没有意要帮忙？现在竟然是出现了一个分歧，因为有一个最新消息是在最新这几天而已，12月6号，泽伦斯基跟白宫的特使，他是威科夫跟川普的女婿，库许纳进行了通话。那通话完之后，美国媒体就做出了报道，确实他就说呢，美乌之间已经谈成了安全保障协议，而且近乎达成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其实还是坚持要乌克兰全面撤出顿巴斯，所以美国要想办法来缩小彼此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好像看起来已经这个俄乌双方已经可以达成一些共识了，结果没有想到又有来自于卫报的爆料，说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呢转述川普的话，也许美国呢是不是要放弃调停了？因为乌克兰太贪腐了，只剩下农民阶级在打仗。怎么解读，杨老师？我看到最新的报道，其实美国和俄罗斯，也就是库什纳川普女婿还有驻俄的特使，是谈的有一点进展，但是呢，跟乌克兰这边那乌克兰的美国驻乌克兰特使叫凯洛格，他说只剩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顿巴斯的土地，也就是乌克兰到底要让多少？原来的28点是要让一个卢森堡，要把整个顿巴斯让出来，那现在这个到底要让多少，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未来如何使用、如何分配电，是因为这个牵扯到未来的就是重建的问题。那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关键我觉得其实还是在那个土地的问题，这个很难处理。那川普呢，在前天晚上呢，他领了一个奖，他就说他对于泽伦斯基不去好好看看我们跟俄罗斯所达成的和平协议的内容，他感觉到很挫折，所以其实他一直对泽伦斯基、对乌克兰这边还是有大的这种批判。对，那小唐纳川普他在中东讲的这番话，他参加一个论坛，非常有趣。他怎么说？他说乌克兰其实有钱人都跑光了。他说他在摩纳哥那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就看到很多的超跑，因为都是乌克兰的车牌。他说这怎么回事？原来其实乌克兰的有钱人都跑了，剩下都是很穷的农民阶层。我们其实要他们来负担这些东西，他们根本无法。
去真正的做到赔偿，然后呢重建。他讲的赔偿是给美国了，也就是把美国当初给他们的军事跟经济的援助要还一部分，然后重建的部分，然后怎么样的去使用。那但是他也强烈的批判欧盟的外交的这个代表，那个就是之前爱沙尼亚的那个总理，那个女性叫卡拉斯。他其实一直站在就是比较东欧的角度，强力的批判俄罗斯，而且要求在持续的在对俄罗斯进行石油禁运。可是石油禁运的情况之下，你不事实上是让石油价格偏高。那攀高的情况之下，有油的一方，俄罗斯一方反而是赚更多，能够去支撑他的战争。所以他说这个情况哈，这种很大的挫折感，使得美国在继续去调停，感觉到乌克兰这边的持续的抗拒，乌克兰的贪污的程度、贪腐的程度远胜于俄罗斯。他这么直接的讲，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假，不过蛮符合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乌克兰的理解。那他甚至批评泽连斯基，你现在选一定选不上了，然后等等之类的，那就看起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推？不确定，还是说他其实也是对乌克兰、对欧盟在施加压力？因为他某种程度代表非官方，可是是川普他爸爸川普的心声，因此呢，也是一种施压的行为吧。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